你有没有发现，这世上大部分的父母把全部心力都奉献给孩子，到最后却活在最深的孤独里。他们为孩子操碎了心，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岁全都搭了进去，到头来换来的却是孩子的嫌弃和疏远。你说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孩子不孝顺吗？还是父母一开始爱的方式就走错了方向？今天我要带着你从佛法的角度彻底解开这个让无数父母一辈子痛心的结。如果你正深受其苦，甚至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请先别急着划走。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可能会改变你的后半生。我们先来看真实发生在生活里的场景。我认识一位60几岁的阿嬷，我们叫她阿美。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她就把整个生命给了这个家。她省吃俭用，牺牲睡眠，放弃梦想，从不抱怨。她心底深深相信，只要我付出的够多，孩子一定会常回家陪我，让我晚年不孤单。结果呢，孩子成家搬出去后，每次回来顶多待1-2个小时，吃完饭说有事就走了。阿梅想打电话找孩子聊几句，电话那头却是不耐烦的声音：妈，你打来有什么事？你想那么多干嘛？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老陈退休前是个公务员，他拿出大半辈子的积蓄，帮儿子付了新房子的头期款。他觉得自己功劳很大，常常不打招呼就拿着备用钥匙开门进去，想帮忙打扫或是送点补汤。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媳妇跟儿子抱怨：你爸到底什么时候才懂得尊重我们的隐私？他这样随便进来，让我压力好大。儿子无奈地叹气，没有替老陈说话。那一刻，站在门外的老陈心碎了一地。阿美和老陈心里都好苦，他们跑去庙里找师父倾诉：我一辈子都给了孩子，连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哪里错了？师父静静地看着他们，轻柔地说：你们给的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你们所谓的爱可能已经变成了孩子身上的枷锁，也成了困住你们自己的牢笼。这句话让他们愣在当场，他们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这一辈子的付出是不是走错了方向。那么这个让父母伤心一辈子的问题根源到底在哪里？佛法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心理学也印证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很多人以为老了就是要靠孩子，孩子就是晚年的保障，这是一种深深的社会制约，也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迷思。但佛法告诉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佛陀曾经说过一句话：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所有的痛苦根源都在于执着和贪念，这其中也包含了父母对子女那份不肯放手、渴望回报的执念。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无情？你可能会想，一个父母对子女那么深、那么无私的爱，怎么能被叫做贪呢？别急，让我慢慢告诉你为什么。当你爱一个人，爱到想要控制他，非得看着他才放心，非得他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你才觉得是好的，甚至你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他今天对你的态度。这种爱其实已经变了味道，这里面不只是爱，还掺杂了恐惧，掺杂了对孤独的抗拒，更掺杂了对老去、对失去自我价值的深深焦虑。这种带着执念和恐惧的爱，在佛法里被称为染爱，也就是被污染了的爱。让我跟你讲一个佛法里常说的比喻。在印度，猎人是怎么捕捉猴子的？他们会在一个坚固的椰子壳上挖一个小洞，里面放一把香甜的坚果，然后把椰子绑在树上。猴子闻到香味跑过来，把手伸进洞里，紧紧抓住那把坚果。但是当张握紧拳头的时候，手就退不出来了。猎人走近时，猴子吓得吱吱叫，拼命挣扎。其实只要把手松开，放下那把坚果，
马上就能重获自由。但是猴子太贪恋眼前的甜头，到死都不肯放手，最后只能被活活抓住。很多父母不就像那只猴子吗？手里紧紧抓着对孩子的控制权，抓着养儿防老的期待，抓着过去付出的沉没成本，越抓越紧，自己越痛苦，孩子也越想逃。这条看不见的绳子勒伤的是孩子，同时也绑死了你自己。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可能是这辈子最值得听的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佛法智慧。我们常听老一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背后却藏着非常深刻的宇宙法则。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和因缘，每个灵魂都有自己要走的路，谁也代替不了谁。这在现代心理学大师阿德勒的理论中被称为课题分离。父母再爱孩子，也没办法替孩子去走他们的人生路，更不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课题。甚至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保护，往往就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阻碍。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因缘。这世间的每一段关系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来的，亲子关系也不例外。孩子今天投胎到你家里，是有他自己的因缘在的。他来可能是来报恩，也可能是来抱怨，但更多时候他是来经历他自己灵魂该有的成长。但是这段因缘并不代表你拥有它，更不代表它属于你。金刚经告诉我们，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如梦幻泡影。人与人之间的因缘也是如此。你可以把孩子想象成一个暂时借住在你生命里的灵魂，他有自己要去的地方，你的任务是给他满满的爱，陪他出发，然后学会放手。但很多父母把陪他出发变成了紧紧抓住不放，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一飞走，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晚年孤独的真相往往不是孩子不孝顺，而是这些父母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他们把自我完完全全的消失在孩子身上了。一个从来不为自己活的人，他的人生就像是一个空碗，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眼巴巴地靠着别人，不断地来填满它。每天等着孩子的电话，等着假日的探望，只要碗里空了，心里就发慌，就怨恨。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人，就算是你最爱、最孝顺的孩子，也没有办法永远守在那个碗边，无止境地为你填满。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有自己的事业要拼搏，有自己的房贷要缴，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这是现实，也是无法违背的自然法则。所以晚年的孤独，表面上看是孩子不常回来，但真正的根源是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中心。我们来看另外一位阿伯的故事，他叫郑雄。退休前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退休之后，他整个人就像失去了方向和重心。他的房子很大，却安静得可怕。每天早上醒来，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打电话给孩子，问东问西，问孙子吃饭没，问孩子工作顺不顺利，问媳妇今天市场买了什么菜。起初，孩子还有耐心应付几句，但慢慢的就不怎么接电话了。后来，孩子甚至找了个借口，说因为工作需要换了号码，联络变得越来越少。郑雄每天坐在客厅里，听着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看着电视里重播的节目，心里非常难受，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跑去山里，找了一位禅师倾诉。禅师静静地听完他的抱怨，没有安慰他。禅师指着院子里一朵正在盛开的野百合，问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郑雄啊，你看那朵花只是为了园丁而开的吗？不是，是为了自己生命的圆满而绽放的。那么你呢？
除了父亲，除了丈夫，除了这个家庭里的角色之外，你这个人还有什么是你自己的？郑雄愣住了，他张着嘴想了好久，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才猛然发现，这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工作和家庭，唯独没有留一点给自己。禅师看着他，继续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上一次真正为自己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感觉吗？那天郑雄回家之后，在沙发上坐着想了一整天，他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然连最喜欢什么颜色都说不准了。他年轻时曾经很喜欢摄影，但相机早就生锈被丢掉了，这让他既难受又震惊。但这种震惊也是一个觉醒的开始。他人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认识过真正的自己。佛法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自灯明，法灯明。意思是你要成为自己的光，不要总是期盼着别人来照亮你。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临终之前对弟子们最后的叮嘱。佛陀告诉大家，要以自己为灯，以真理法则为灯，不要去依赖任何外在的力量与人物。这句话不只是给修行者听的，它对每一个正在思考晚年该怎么过的普通父母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现在我想请荧幕前的你也问问自己，这一辈子你有多少时间是真正为自己活的，又有多少时间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年轻时活在父母的期待里，结婚后活在伴侣的期待里，有了孩子就把自己整个消失在孩子身上。几十年下来，你从来没有好好认识过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你一直被生活的重量压在最深处，动弹不得。现在你老了，孩子都展翅高飞了，你突然发现，那个真正的你好像早就不见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每天醒来要干嘛。这种空虚比孤独还要深，比孤独还要难受。很多父母为了解决这种空虚，就开始干涉孩子的生活，催婚、催生，干预他们教养下一代的方式，结果只是把双方越推越远。但是，请换个角度想，这也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这代表你人生的责任已经告一段落，你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重新找回那个被遗忘的自己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的认知反转。这个观点可能和你这辈子的想法完全相反。很多人都以为退出孩子的生活是一种失败，是孩子不孝的结果，是父母无奈之下的委屈和妥协。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优雅地退出孩子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智慧，是爱的最高形式，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当年佛陀出家后，他的亲生儿子罗睺罗也跟着出家。佛陀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给他特权或过度保护，反而让他去跟随舍利弗尊者学习，让他自己去面对修行路上的种种困难与磨练。因为佛陀知道，真正的爱是让他长出自己的力量。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冲击？怎么退出反而是一种爱呢？这个看起来反常的逻辑，让我来帮你说清楚。佛法里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叫做放下，但很多人把它误解了，以为放下就是不在乎，是冷漠无情。真正的放下，不是你不爱了，而是你的爱不再带着控制，不再带着条件，不再对回报有任何期待。真正的放下，是你全心全意爱着孩子，同时也完全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他自己的人生要走。这种爱在佛法里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慈悲，意思是给予对方真正需要的快乐，而不是你想给的快乐。试着想象一棵大树，
他给了种子阳光和雨水，等种子长大，他让种子随风飞走，去更远的地方生根发芽。大树当然会舍不得，看着种子飞远，他也会感到寂寞。但是大树不会死死抓着种子说，你不能走，你必须留在我的身边，为我遮风挡雨。大树深深明白，让种子飞向远方，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去长成另一棵挺拔的树，才是最深的爱。父母和孩子何尝不是如此？就像放风筝一样，你手里的线捏得越紧，风筝越飞不高。你用力一扯，线甚至会断掉。你的任务是给它根，让它有力量，然后慢慢松开手里的线，让它自由地飞翔，去寻找它的路。当你真正学会了这种爱，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轻松、更亲密，也更加真实，因为你们之间不再有亏欠，不再有压力。你相信吗？你现在可以在心里问问自己，我在孩子的生命里究竟是一棵给予自由的大树，还是一根紧紧缠绕的藤蔓？这个问题没有对错，只有诚实。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答案，改变才真正有可能发生。我有一位朋友的妈妈68岁了，在孙子上小学之后，她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后来在朋友鼓励下，她开始去社区大学学油画。她跟我说，第一次拿起画笔，把2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她竟然激动地哭了，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沉睡了40年的灵魂，在那一刻醒过来了。谁都没想过她有这个天分。她每天下午去画室，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3不5时就一起办画展，整个人越活越有精神。更有趣的是，孩子竟然开始更常主动回来了，因为每次回来，妈妈都有新故事可以说，还有新画作可以欣赏。孩子说，妈妈现在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像一道光，每次和她在一起都感觉很轻松，很快乐。你看到了吗？当这位妈妈把生命重心放回自己身上，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反而发生了非常美丽的转变。这就是佛法里说的自度度他，先让自己活出光彩，先成就自己，找回自己的力量，你才能真正的照亮别人的生命。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做无我。听起来好像很玄，但它和我们今天说的主题息息相关。无我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你松开了对孩子的执念，松开了对回报的期待，你和他的关系才能真正自由。佛法说，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源头，也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那道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隔阂来源。当你放下了了我执，不再觉得我付出了多少，我应该得到什么回报，你会发现，原来你爱孩子不需要任何回报，也不需要任何证明，这份爱本身就是圆满的。佛法还告诉我们要修一个字，叫做舍，舍得，舍得，舍掉那些无论如何都抓不住的，才能换来真正的自在。问问自己，孩子的人生你能控制吗？孩子的选择你能替代吗？孩子的幸福是你能够替他制造出来的吗？如果都不行，那么你唯一能真正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心照顾好，把自己的生命活得出彩。你活得好，孩子看在眼里，他才学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说的是一位老禅师，他的儿子在外地工作，1年才回来一次，邻居都觉得他很可怜，是个孤单的老人，甚至有人会在背后闲言闲语，说他养了个不孝子。但禅师根本不在意这些，他每天早起打坐、种菜、抄写经文，看日出日落，听虫鸣鸟叫，那个笑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脸。他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平静而温暖的光芒。
有一天，儿子终于回家了，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工作上的压力，推开了家门。他看到父亲在院子里浇水，怡然自得的样子，心里既感动又惭愧，忍不住轻声问：爸，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孤单吗？禅师放下水瓢，笑着说：我怎么会孤单？我和天地在一起，和佛法在一起，和自己在一起。你看这满园的菜，满天的星光，我的心从来没有空过。儿子听完，眼眶红了，那些在外头受的委屈，仿佛在这一刻都被治愈了。他轻轻地说：爸，我以后一定要常回来，你让我太羡慕了，我也想活成你这样。你看，当一个父母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孩子回来就不是因为义务，也不是因为心疼，而是因为真心向往。家成了一个可以补充能量的发电厂，而不是一个索取情绪价值的无底洞。所以晚年的大自在究竟是什么？就是你的喜悦不再需要靠孩子是否回来来决定，你的内心有一个不被任何风雨所动摇的根基，你不再是一个空碗，而是一口源源不绝的泉水。好，那么佛法到底教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怎么样优雅地退出孩子的生活，同时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晚年大自在？今天我想给你分享佛法里3个最实用的生活智慧，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份微行动清单，今天看完立刻就能开始做。第一个实用的智慧叫做观。什么是观？就是清醒地看着，不评判，不急着去干涉或改变。很多父母只要看到孩子的生活，就忍不住要给意见，要指指点点，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好，要这样那样。看到媳妇给孙子穿少了要念，看到儿子换了不如意的工作要念。但你有没有想过，孩子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你的评论，而是一个让他感到被接纳、被信任的空间。下次当你又忍不住想念几句，想指导他们人生的时候，试着在心里默数1、2、3，深呼吸，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下去，在心里练习安静的观。在佛法里，这叫做觉察。你觉察到自己想控制的冲动，然后轻轻放下，只是关心，不轻易介入。你会发现，当你退一步，孩子反而会更主动靠近你，因为他在你这里感到了舒服与自在，他知道这里安全，不会被批评。佛法的第2个智慧是惜缘。日本佛教里有一个词叫一期一会，意思是把每一次的相聚都当作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来珍惜，把每一次和孩子的相聚都当成一份珍贵的礼物，不强求，不执着。现在的孩子生活都很忙碌，压力也很大，他们如果能回来吃一顿饭，你就好好享受这顿饭，千万不要把这顿饭变成说教的机会，把你的餐桌变成温暖的避风港，而不是严肃的法庭。什么是法庭式的问话？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你什么时候要买房？你那个工作薪水到底有没有涨？什么是温暖的对话？你最近睡得好吗？这条鱼很新鲜，多吃一点。看你精神不错，妈妈就开心了。你一说教，孩子下次就不想回来了。你要记得，你的家应该是让孩子感到温暖、放松、欢喜的地方。佛法最重要的第3个智慧是回归自身，把生命的重心放回自己身上，去找回那个被遗忘的真实的你。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曾经可能不是个完美的父母，原谅自己现在的不服老，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你喜欢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却一直没有机会做的？你这辈子还有什么梦想没有圆过？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终于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份大礼。去学一样乐器，去学画画，去爬山，去旅行，去社区大学上课，去认识新朋友。当你的生活充实起来了，你打给孩子的电话就不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分享快乐。孩子听了也会更乐意听。现在，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跟着我一起做个深呼吸，吸气，吐气。请你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你是一座深沉而安静的山，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变换，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洗礼。山上有树，有花，有鸟，有清风，完整而自足地存在着。孩子们就像山上飞翔的鸟儿，有时候停在你的枝头，叽叽喳喳地陪伴你，有时候展翅飞向天空，去更远的地方寻找他们的未来。而不管白们飞去哪里，那座山永远都在那里，安稳、静谧，包容一切。你不需要追着那些鸟，也不需要害怕白们飞走，因为你本来就是那座山，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社会常常告诉我们，老了没有人陪，就是可怜，就是不完整。但佛法里有一句很美的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本来就是完整的，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填补来证明我们的价值。只是我们走了几十年的路，被生活的风尘迷了眼，被世俗的标准绑架了心，渐渐忘记了自己本自具足的圆满。最后，我想把一句心经里的话送给你：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心里没有牵挂，不执着于过去的付出，不担忧未来的孤独，就不再有恐惧。没有了恐惧，你才能真正活在当下，好好享受每一个时刻的美好与平静。不管是喝一杯茶，种一盆花，还是看一次夕阳，你都能从中体会到生命的喜悦。这就是佛法。想对每一个走进晚年的父母说的话，最温柔，最深刻，也最慈悲。放开双手，你才能拥抱整个宇宙。如果今天的影片有任何一句话触动了你的心，让你感觉到肩膀上的重担稍微轻了一些，我非常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为自己，为孩子，或是为所有辛苦的父母，留下一句善言，或是一段祈福，让我们在这里汇聚成一个充满爱与平静的正向磁场。愿你，也愿你身边每一个疲惫的父母都能在佛法的智慧里找到那条回归内心的路，找到属于自己的大自在。阿弥陀佛。